魏无羡惊慌了一瞬，又叠起笑容。你不能说话就听我说吧。我每天都有一堆的卷宗文书，忙得屁股不离座位，晚上也没太多时间，只能想你一会儿。你不许生气，我也没有跟任何人有瓜葛，你不许醋，我们都努力吧。你不急着给我写那么多情书，我们考研结束以后再见，好吗？在这之前，先各自奋斗，答应我的话，你就亲亲我。蓝忘机撅起嘴唇，朝屏幕努了努，末了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唇，邪笑了一下。蓝湛，你犯规，别撩我，我还要挑灯夜读呢。屏幕里蓝忘机神色肃了肃，拧起双眸好好看了看他的魏婴，摸了摸屏幕上他的脸，回到魏婴的视线里，口型比了一个等你，抿着嘴，又微微提起唇角，笑了。魏无羡睡梦里都是这个淡淡的笑容，仿佛夜空一弯月，好似雪天一抹香。而蓝忘机的作息已经苛刻到令人发指了。5点出操，5公里。格斗场，他凶悍到无人近身。怀桑暗地里跟江澄说他这是欲求不满泄愤吧，遭到江澄一贯的白眼。野外生存就是他的国庆7天乐，晚上还有雷打不动的拳击训练。熄灯后才是他寂静无声的读书时间，夜夜过凌晨。留给魏婴的时间是每晚睡前一纸信，偶尔思念甚笃会加1-2页，每月寄出一次。到年底的时候，信笺纸已空，进考场之前，他寄出了所有的信。而每次收到的照片，他都不敢拆开看，怕一看就是一夜无眠。魏无羡出了考场，接到了快递电话，交代快递员送到单位，就匆匆赶往机场了。来不及收了，要去见他，一刻都不想等。蓝湛，订个房间等我，不要接机。蓝忘机从考场出来，刚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这条留言，还有一条航班信息，嘴要咧到天上去。时间紧张，明天还要回部队，好多事要做呀。一步未停地跨出考点，去准备相聚。魏无羡连行李都没带，他怕等行李太久。出了机场上出租车，直奔目的地。蓝湛发给他的定位是一个靠近机场的民宿，很快就到。一路小跑到房间门口的时候，魏无羡心脏要跳出来，还没有敲门，门就开了，一把被人拽进去，门被关上，铺天盖地的壁咚闻。嘴好软，腿也好软，下意识地丢了背包，腰身被人托起，厚厚的外套也掉了。他搂着脖子的双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衣服，没睁开眼睛都知道他只穿了浴袍，好滑呀，好烫。被扔到床上的时候才惊得睁开了眼，身下都是玫瑰花瓣，淡淡的香。他想说去洗个澡，奈何人不让，急切又粗暴地压过来，片刻不松唇舌，直到危险离开嘴巴向下游走，他才执意去冲澡，又被追到浴室，一刻也不离身，洗了很久才洗完。蓝湛，你什么时候变成大狗狗了？见人就舔，还摇着尾巴缠人。只缠你，很馋很馋。你等等，刚结束，你让我歇一下，马不停蹄赶来，进门就弄，你让我喘口气。呼，乖宝，你疼疼我，别要我忍了。魏无羡的嘴巴空出来，蓝忘机却没有，周身游走，不知疲倦，弄得魏无羡想说什么，又想不起来，恨恨的。操，你这样我怎么说话？几点回去？呼，8点到，7点走。来得及，先睡会好不好？我现在也5点起床，作息时间跟你同步了，早上再做，好不好？都要啊。你是真的不累吗？算了，由着你吧。魏无羡一整夜都半睡半醒的，任由摆布。半年不见，蓝湛的体力真的是强出天际了，以后还是要规律健身的，不然的话，余生那么长，怕是受不住。5点钟准时醒来，两个人睁着眼睛对望，也没有话，也没有表情，只是深深地看着对方，研究的细致，还要拿手摸一摸，探一探，生怕是梦中。直到魏无羡会肚子叫，蓝忘机忍不住笑了，咬住人又吃了一顿，才起身。服务生送餐的时候，魏无羡刚洗漱完，蓝忘机简单打扫了战场，坐下来一起吃。蓝湛，我告诉过你我发现了秘密，你记得吗？关于谁？我找到了，你父母的卷宗，虽然只是影像。蓝忘机抬头看着他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秘密。蓝湛，你父母的案子另有隐情。目前我查了手头的资料，也问过爷爷和江叔叔，
你母亲是为了护着你而犯下了凶杀案，你父亲并非自杀，而是被胁迫的。具体缘由我们都没有查清楚，但有一个人一定知道全部。蓝忘机静静地听着，心里翻江倒海。魏无羡总是坦荡的、直接的，这样的事情他可以简单明白地去问爷爷和江丰眠，自己却不会去问叔父，因为自己简单粗暴地相信了流言，并且武断地恨上了父母，却从来没想过他们会有苦衷。5岁的时候恨，如今这般年纪了，竟还是愚蠢的恨。他有点自嘲，因为他蓝忘机受着闭口不言、胡思乱想的苦，何止这一件事，他与魏婴都差点擦肩而过。他没忘记，他闷不吭声准备毕业离别，把自己搞抑郁，而实际上魏婴对他那么好，就这张惜字如金的嘴呀，叔父知道。这许多年闭口不提，而我自己也从未问起。那就问一问。我想你开心，蓝湛，你的父母一定是爱你的，不亚于我的父母。知道这件事，我很开心。谢谢宝宝，不许跟我说谢谢。爱你，宝宝。嘿嘿嘿，孺子可教。蓝忘机伸着脖子偷了个香，停顿片刻，决定把刚醒悟的自己的臭毛病立刻改正。魏婴，温巢刺杀不是单纯泄愤，是温氏集团受益，而怀桑赴京，是因为金子轩的表兄弟与温家过往甚密。金子勋是吧？我留意着他呢。你都知道了。嘿嘿，蓝湛，说出来不许吃醋啊。怎么？怀桑可不跟我打哑谜，阿里姐姐更不会，面上不动声色，事后都跟我摊牌了。他们都担心我，提醒我小心防范。蓝湛，我说真的呀，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对我有点信心？就是相信我有能力处理，有勇气去面对，不是默默护着我那种，而是并肩同行。一双星眸望进蓝忘机的眼睛，3分随性，3分鼓励，3分恳求，还有1分撒娇卖萌的情。蓝忘机明白自己小看了他，辜负了他的信任。宝宝，一直相信你，说晚了，暴露了我的小肚鸡肠，对不起。别，禁止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跟我这么正儿八经道歉道谢的。以后不说了，多说说该说的。上蛋儿，越来越喜欢你了。说点别的吧，考试如何？一切如常。这是10拿9稳的意思喽。你呢？我肯定行呗，哈哈，实在不行还有老头子兜着呢。那恭喜我们重回校园。来吧，以水代酒 cheers。 分别的时候2个人也没有多沾，魏无羡仍是一张融化冰霜的笑脸。这一次他目送蓝忘机离开，蓝忘机深深地看他，吻了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下次见面要变更强大，内心的强大。魏无羡没有立马回京，而是在房间打电话。温情果然辞职了，跟温宁一起回了老家。那就走一趟吧。考研成绩出来以后没多久，分数线就公布了，毫无悬念的结果，2个人都不甚在意，各自忙着手头的事。魏无羡在规划春节前的行程，挑了几位前辈要去拜访。蓝忘机第1年在部队，春节也是回不了家的，忙着研究新的技术，要给魏婴新年礼物。